眼前這個女人馬上就要臨盆了，還跑到深山裡去砍木頭，只為給未出生的孩子多省點錢買幾件新衣服。被狠心的丈夫趕出家門後，她甚至想着要在这荒郊野外把孩子生出来。天刚蒙蒙亮，孕妇阿平就早早的起床了。阿平已經感覺到孩子沒剩幾天就要出生了。此時天氣也慢慢變冷了，如果再不去山裡多砍些木頭儲備到家裡，等孩子出生後做飯都成了大問題。而且这個四處環山的房子沒有柴火，晚上肯定會很冷。剛想到這裡，阿平就開始行動了。他來到家裡的後山，挑選了一些已經乾掉的木材，毫不猶豫拿着菜刀對着木頭開始輸出。不一會兒，一顆木頭就應聲倒地了。這個木材很寬很長，足夠阿平用一段時間了。把這根木材周圍的細枝末節全部砍掉。阿平看着這個結實的木頭，想着以後肯定會有大用，於是便把這個木頭先放到了一邊備用。他又轉身走上了森林深處，去尋找一些比較細的柴火，這樣做飯點燃起來會很省力。雖然阿平住的地方離鎮上比較遠，出行很不方便，但阿平靠着這個山卻給他帶來了很多好處。家裡的房子全都是用山中的竹子、木材等物品建造的，而阿平目前為孩子積攢的幾千塊錢，也是靠着山裡挖掘的植物、蔬菜等物品拿到集市去換的錢。對阿平來說，靠着山生活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。在阿平的不斷努力下，很快木材就砍伐了不少了，這些足夠阿平用一段時間了。此時他也已經身心俱疲，直接坐在木材堆上準備休息一會兒。他輕輕地撫摸了一下肚子，感覺剛才孩子踢了他一下。看着天快要下雨，阿平沒敢過多的休息，而這麼多木頭阿平要一趟趟運過去也很消耗體力。可阿平很聰明，只見他砍來了一根竹條，然後把竹條撕成一根根的竹繩子，這樣就能把木材一捆捆地綁在一起了。阿平不但能輕鬆地往回運，還能少走幾趟山路。有時候不得不佩服阿平的聰明能幹，一想到這兒就感覺他那成天就愛喝馬尿的丈夫肯定是腦子被驢踢了，這麼賢惠能幹的老婆都不要。山路雖然不好走，但阿平還是咬牙把這些木材全部搬到了庇護所。阿平是個不达目的從不罷休的人，只要認定了要做什麼事，挺着個大肚子也要去幹完。木材全部運到庇護所後，阿平也沒想着去休息一會兒。這麼多木材全部堆在院子裡也堆不下，必須要找個地方儲藏起來。逗了逗狗洞裡的小狗之後，阿平就開始行動了。他把木材全部分割成1米左右，這樣更利於阿平使用和存儲。阿平挑的這些竹子和木材都很不錯，全部都已經乾透了，不用再去晾曬了，隨便拿起一塊都能直接用。木材全部鋸好之後，阿平站在那裡又犯了難，他不知道把木材放到哪裡比較合適，想了想，還是放在屋子側方的屋檐下，這裡不但是能擋些雨水，而且還不佔用院子的地方。阿平沒有猶豫，拿起木頭就往房子側邊裡面放。他已經快1天沒吃飯了，又累又餓的他終於受不了，直接坐到了地上。他經常感覺這幾天肚子時常傳來陣痛。阿平還是多休息一會兒吧，如果傷到孩子就得不償失了。不過好在此時院子的木頭已經所剩不多了，希望阿平干完後做點好吃的補補身子，也祝願阿平能生個健康又聰明的胖小子。